最近开学季，听到很多爸妈对于孩子幼稚园入学的问题一直在讨论。现今时代可能有一个问题会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家长：我的孩子还不满3岁，我该不该把他送进幼稚园呢？如果送幼稚园，我应该如何选择等等这样的问题，最近也成了热门的话题。若爸妈都做过功课，属意的幼稚园是公幼或非营利联合招生，有些则是分开招生。若新学年的简章还未公开，可以先从前一年的简章了解，毕竟错过时间就得再等1年。一般来说，2岁幼幼班的缺额偏多，小班以上学生可能会有直升，缺额或许会偏少。家长不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公幼或非营利，可以多去了解准公共或一般私幼，至少在没抽中又没人可以帮忙照顾孩子的情况下，能有另一个选择。第一，我们应该擦亮眼睛，选择品牌机构。大型连锁的机构在人员招聘上会把关，对有资质老师挑选会相对严格。一般人员入职后，经过长时间的见习，才会让他开始教学，从而确保了教师基本从业入门的技能。所以选择品牌机构，看重的是教师的综合素质，可能会更好。第二，如果有可能把孩子送到幼稚园，可以多参加幼稚园办的活动。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通过日常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尤其是通过一些细节，就是老师对待孩子的一些细节方面来判断这家幼稚园老师的职业素养。还有比如说通过与幼稚园的负责人员，也就是园长的一些沟通，了解这个园长相对的价值观，还有他的教育领域，从而可以感知整个团队的教育方向，因为园长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第三，选择教育机构一定要更注重教育理念当中的以儿童为中心。教师的责任和爱心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把儿童安全、儿童友好是放在首位的。任何打着让孩子学到如何多的东西，我认为那可能更多都是幌子。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当你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的时候，当你把孩子送到幼稚园的时候，一定要真诚的和老师沟通，真诚的与园长沟通，选择相信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最重要的一种根基。那幼稚园参访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什么？一起来聊聊。参访时，最好观察园方所安排的作息时间是否恰当。由于活动时间不足会影响成长发育，而学习时间也不能太密集。午餐和点心时间最好间隔2小时以上，如此孩子才有时间消化。午休时间最好控制在1个半小时以内。台湾幼稚园的教学模式可分成主题式、学习区、学习区融入主题式、蒙特梭利、华德福等几种形式。参观时可以询问园方重视孩子哪一个面向的发展。有理念的经营者通常会清楚说明学校的教学形态及课程内容。有的家长期待孩子上学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结果发现学校让孩子自由学习。有的家长期待孩子可以自由做想做的事情，却发现学校采取严格的管理。教学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全看爸妈希望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选择前应该先想清楚自己的需求与孩子的特质。另外，幼幼班的师生比建议1:6，小班的师生比建议1:10，中班的师生比建议1:11，大班的师生比建议1:12。可上全国教保资讯网查询学校名称，将学校核定的总人数除以班级数，即可得知幼稚园是否超收。
另外，根据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的法规，幼稚园在课后时间不得做才艺教学，可以观察学校是否将才艺时间延到课后进行，还有是否都在让孩子看卡通。单次参观往往无法看出幼稚园的实际运作情况，离开后找个借口回到学校按门铃突击检查，看学校是否只有在家长参观时做表面功夫。除了观察学校环境是否整洁，教室是否舒适通风，教具及游戏设施是否安全也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参观时可以测试一下教具及游戏设施是否稳固，外观是否标示安全说明，是否符合孩子的年龄。如果校舍建在老旧的社区大楼，要确认消防设备是否定期检验更新，排烟系统及洒水装置能否使用。独立校舍需观察警卫是否落实出入管制，若不嫌麻烦，还可以向里长打听一下学校的风评，过去是否发生托育纠纷。另外，交通车的安全可以从车辆、司机及随车人员3个部分来观察。娃娃车的使用年限为10年，可以上交通部监理网站的幼童专车查询专区，输入车牌号码查询。司机的部分可以跟学校确认司机的姓名，每天开车的司机是否固定，随车人员需具备教保资格或年满20岁，具教保资格的随车人员相对较安全。虽然幼稚园无法指定老师，但参访时还可以借由问问题来观察老师的品质。根据近期的幼保新闻，提问几个幼保新闻议题询问老师，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班上，你会怎么处理？观察老师处理问题的态度跟方式。参观时，除了观察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也可以反过来观察学校对老师的态度。好的学校通常会提供老师丰富的进修管道与培训机会。幼稚园阶段的孩子渐渐长大，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呢？重点1：防范于未然。如何提高孩子的防范意识？过度保护是不可取的，多给予孩子合理化的建议。家长关心孩子缺乏保护意识该如何提高？对此，很多孩子不懂得自我保护。首先，因为他们从小受到了来自家长的过度保护，他们认为不管有任何事都有爸爸妈妈在，不应该我去做的事情，这就造成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理承受力薄弱，也就是说，平时孩子的抗挫能力是差的，同时处理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也相对会差。因此，要想提高孩子的防范意识，就需要经常和孩子沟通幼稚园、学校发生的事，帮助他们分析遇到的问题，并给予合理化的建议。这样很容易教会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能及早地发现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孩子们的自我保护固然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太过，否则孩子很多能力也会发展不起来。所以，让孩子的内心有阳光、有善良，去相信别人，这也是很重要的。正面管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重点2：孩子面对暴力，家长应该如何尽早的发现呢？多观察、勤交流，与孩子交朋友，多从侧面了解。家长需关心，若孩子在学校遭受暴力对待后，胆小不敢说，家长应该如何发现呢？对此，首先是观察，看看孩子身体和情绪有没有异常。如果孩子回到家表情沮丧，长时间沉默，建议家长不要迫不及待地去追问，这样反而不利于沟通。就是他可能不太愿意直接告诉你，最好先平静地拥抱一下孩子，因为我们知道接纳是第一步，让他们放松一点，然后从小事情问起，引导他们开始对话。比如说，今天幼稚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吗？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从正面开始引导，多倾听孩子，打开孩子愿意说这样的第一道门，慢慢的转向你需要了解的讯息。交流的态度很重要，家长和孩子如果平等的相处，从说话的眼睛视线到相处的地位，都让孩子感觉到没有压力，他会很容易和你沟通。家长还要有分享意识，要经常跟孩子讲点小秘密，例如妈妈告诉你小秘密，慢慢的你会自然而然会感受到孩子也会经常给你说一说他的小秘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孩子最好的榜样。重点3，要是老师同学欺负孩子该怎么办呢？对此要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定要告诉孩子别人的哪些行为是伤害他的，哪些行为是对他不好的。告诉孩子，当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行为的时候该怎么做。如果受到老师欺负和虐待，回来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说，要让孩子知道你是他背后最坚定有力的支持和最坚强的后盾。那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爸爸妈妈才是孩子心中最坚强的后盾呢？那一定是把孩子当朋友，什么事情都可以坐下来促膝长谈的，而不是一味的指责，一味的过度保护。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往往都是别人打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不能只单纯的告诉他不抢别人的东西，关键要明示抢东西是一种不对的行为，要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要培养小孩子的自信心，敢于面对错误的行为，要向老师、家长及时的去反映。其实培养孩子不是别人打你，你该怎么办这么简单，小孩其他的方面的素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怎么样跟人去交往，遇到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孩子语言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还有遇到问题时请求帮助的能力，培养大气、正义、正直、自信的小孩更重要。自信的小孩永远不会被欺负。未来大家还有怎样育儿议题感兴趣吗？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说，我一定会把大家的宝贵意见记下来，并制作出更多优质影片，让你和小孩可达到更好的亲子关系。若你感兴趣，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固定每星期都有影片更新。